结婚当晚，妻子和竹马酒店缠绵的照片出现在社交平台，两人十指相扣，衣物凌乱，肌肤相贴。竹马配文：我将失去你，也将彻底拥有你。妻子的闺蜜则在底下疯狂艾特我：绿帽男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淡然一笑，反手将图片转发到妻子家庭群里。我看他要完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手机放下没一会，密密麻麻的提示音就不断响起，全都是苏暖的闺蜜们艾特我的消息。原来她们早就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确实，新婚夜本该和我共度良宵的妻子，竟然跑到了她的竹马覆舟的床上，任谁看我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头顶上一整片绿油油的大草原，压得我抬不起头。看着簇红的婚床床头，我和苏暖微笑相拥的结婚照，她一身神圣的白色婚纱，在我怀里笑得那么美，那么甜，我却只觉得嘴里都是苦的。我和苏暖在一起5年了，今天才在家人和朋友的见证下为她戴上婚戒，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白天才刚举行完仪式，脱下婚纱，她竟然就背叛了我。我想不通，难道他从没爱过我吗？不然，为什么5年来从不让我碰，却在结婚当晚和傅周在酒店缠绵？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傅周为他脱下了他身上的婚纱。这一切本来都该由我这个名正言顺的老公来做，鬼使神差的。我再次打开了手机，反复查看他们十指相扣的照片。我试图从2具交缠在一起的躯体上发现一丝不对劲，哪怕只有一丝不对劲，用来挽回我可怜的自尊心。但很可惜，并没有。女人手上的婚戒是那么的熟悉，正是我在婚礼上亲手给苏暖戴上的，是我在大师指导下亲手制作的婚戒，一锤一锤都是我对她的在乎和爱。她却戴着这枚戒指和别人在床上十指相扣，我彻底绝望了。阵阵揪心的疼痛蔓延到4肢，在刷新。傅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一条横线。与此同时，手机突然响起了特殊的来电提示音，正是我给苏暖设置的。我强行压下心中翻涌的苦涩，希望能听到他的解释，但刚接通，他冷漠中带着浓浓斥责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沐晨，你疯了！傅周哥就发了个朋友圈而已，你凭什么骂他？我告诉你，赶紧删了，和傅周哥道歉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果然啊，他又怎么会向我解释呢？我在他心里恐怕连他竹马傅周的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至于他说让我道歉的话，我并没有理会。傅周发的朋友圈相当于在我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完事后他又冲我吐了口浓痰，我又怎么会向他道歉呢？只是我什么时候骂他了？想到刚才突然被傅周屏蔽，我有了些猜测，苏暖恐怕被傅周骗了，并不知道他的好哥哥发的朋友圈是2人在酒店缠绵的照片。他大概以为他给我戴绿帽子的事我还不知道呢。这时，对面传来一道委屈的男人声音，是傅周的：暖暖，算了，沐晨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不能因为我影响了你们新婚夫妻的感情。话语中都是为了我着想，可我却从中听到了一股浓浓的绿茶味。话落，对面甚至传来几声抽泣的声音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此拙劣的骗局，苏暖竟然相信了。他还心疼地安慰了傅周几句，那温柔的语气简直能把人暖化。可我却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我强压下心中的痛苦，佯装平静地开口：你不是去处理公司急事了吗？怎么会和傅周在一起？婚礼结束后，
苏雪婚纱都没脱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她告诉我，公司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晚点回家会给我一个惊喜。可直到晚上10点，她都没回来。我还是从傅周的朋友圈发现了他带给我的大惊喜，大到我无法承受的地步。苏暖被我的问题问到了，沉默了好一会，才敷衍道：“傅周哥和我们公司有合作，我和他在一起有什么奇怪的？别转移话题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和傅周哥道歉，我们就离婚。”他的语气异常坚定，没有一点心虚，甚至在新婚当晚说起离婚的话都毫不在意，就好像这事对他来说就像喝水一样寻常简单。我对他最后期待也被他亲手打入谷底。我选择不再继续纠缠。行，我成全你，离婚吧，苏暖。对面哑然，手机里更是瞬间寂静。苏暖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轻易就同意了离婚的事，他尖锐的声音充满了不敢置信：“沐晨，你是真的疯了？你竟然真敢和我提离婚？当初是你苦求我父母，我才同意嫁给你的，是我们家收留了你，给你吃，给你穿，要不然你现在就去捡破烂了。”傅周在对面连连安慰苏暖：“暖暖，别生气，沐晨可能精神出问题了，我早就告诉你带他做个婚前检查，这下好了，他脑子真的坏掉了。”我听出了傅周的嘲讽，但我并没有因此生气。对于一个不重要的人，我何必在乎他的话呢？全当狗吠就好。但是苏暖却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圣旨，你别为他说话，他就是无理取闹。听到这，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我冷笑一声，对他说道：“你都能出轨，我为什么不敢离婚呢？”苏暖，我们明天民政局见吧。话落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实在不想听到他把所有过错全都归结于我身上的话了。我累了。其实他有一句话还真没说错，当初确实是苏家收留了我。10年前，我爸妈因意外去世，独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。一个男孩子，谁收养，谁就要承担将我养育成人的责任，和我成年后为我娶妻买房的金钱代价。所有的亲戚对我避之不及，唯恐被我沾上。更有甚者，对我家落井下石，说是众叛亲离也不为过。是我爸的老战友，也就是苏暖的父亲，将我接了过去。苏父苏母对我很好，还花钱替我爸妈找了块好墓地。也许是想着爱都是相互的，所以我就将这种好都报答在了苏暖身上，而他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，想尽办法哄我开心，让我尽快从失去父母的痛苦中走出来。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。我感觉他就是我生命中的天使，而我们的爱是双向奔赴。成年后，我们恋爱5年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望着眼前我亲自布置的婚房，我笑了，苦涩的笑，不知道是在笑自己的自以为是，还是在笑他狼心狗肺。当初苏暖同意和我在一起，并不是如他所说，是我苦求苏父苏母得来的，而是苏暖父母主动找到我，让我追求苏暖，甚至后面求婚也都是他爸妈示意的。不然，我一个孤儿，一无所有，又怎么会有勇气向天使求婚？我不知道他爸妈怎么想的，但我得到了未来岳父岳母的同意，还是兴奋地答应了下来。和苏暖在一起，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了。甚至我还曾畅想过，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，那我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没想到，这些终究只是笑话罢了。现实却是，结婚第1天，就是我们要离婚的时候。回过神，我没有再继续胡思乱想。既然不是我的，我又何必恋恋不舍？我麻木地将前一晚，
亲手贴在墙壁上的爱心，一个个撕下来，将我们结婚了的标语，甚至还有一个个吹起的气球，全都扎破。这些装饰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就如我们的婚姻一般，鸡零狗碎，残缺不全。垃圾桶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，但我却没有将他们扫进垃圾桶。我要让苏暖看见，他对我们的婚姻都做了些什么。我想，如果不是我妈临终前哭着我说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我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没有意义了。苏暖是第二天早上回来的，而我则迷迷糊糊的刚睡着，就被他带着怒气的尖锐声音吵醒。沐尘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，不就是让你和傅周哥道歉吗？你至于把我们的婚房毁了吗？他显然是见到了婚房里的一片狼藉，我没理会他，摇了摇昏沉的脑袋，就要去卫生间洗把脸。新婚夜，自己的妻子睡到了竹马的床上，完事还要我对竹马道歉，我还没这么贱。而且婚房这个词，在我听来是对我莫大的羞辱。苏暖见我不理会他，柳眉都皱成了川字，脸色更是阴沉的要滴出水来。他对我怒吼了一声，站住，甚至扬起巴掌就要对我的脸扇过来。可这时房门却从外面被敲响，我本以为是我昨晚联系的律师到了，所以无视了苏暖的动作，走过去打开房门。可随着房门打开，傅周似笑非笑的脸竟然出现在了门口。沐尘，你在家呀？那太好了，暖暖的包落我车上了，我给他送过来。他像是在挑衅，又像是在炫耀般的将一个女士包包递给我，正是苏暖的。透过半开的包包拉链，我的瞳孔猛地一缩，一盒拆开过的计生用品赫然倒映在我的眼睛里。我不知道傅周是不是故意的，但我能肯定的是，他现在大概很得意，就像是一只偷到腥的野猫，在向主人家摇尾炫耀般。而且他话里话外虽然都没有表现出和苏暖有一腿的态度，可他似笑非笑的表情却仿佛在说，苏暖的滋味真的好。我淡然一笑，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发火争吵，反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明白，那是因为我已经不在乎苏暖了，所以他做了什么已经和我没关系了，哪怕她是我的妻子。我无视了傅周，面色平静地转身就走。傅周的脸色顿时僵住，举着包的手也僵在了半空。还是苏暖面带温柔笑容的快步上前，将傅周迎了进来。傅周哥，别理会他，一个有妈生没妈养的孤儿罢了，自然没什么教养。这就是我新婚妻子说出的话，我把他当成心中的天使，可他却能毫不在意的在外人面前侮辱我。也是，大概是我从不曾了解过他吧。这段婚姻终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。我走向卫生间的脚步一顿，声音低沉，没离婚之前，我妈就是你婆婆，苏家的教养就是交给你肆意诋毁自己过世的婆婆吗？苏暖哑然，面色涨红，她张了张嘴，到底还是没说出反驳的话。我也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只是心里对苏暖彻底失望了。洗把脸清醒很多后，我没有理会在客厅说笑的两人，转而去了卧室收拾自己的行李。这套婚房本就是苏暖的父母买的，送给我们当作新婚礼物，这次一并还给他吧。我来苏家之前孑然一身，走的时候也不会带走任何东西。很快，我拉着行李箱来到了客厅。苏暖见到我，本来充满笑容的面孔瞬间冰冷下来，目光也带着厌恶。他注意到了我脚下的行李箱，有些诧异。要出差？去哪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好像完全忘了我提离婚的事，还活在我离不开他的想法里。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平静地开口：
我把自己东西都收拾好了，结婚证也拿了，咱们去民政局离婚吧。话落，苏暖顿时变了脸色，面孔阴沉。傅周也很震惊，但随后脸上就浮现出得意的神情。沐尘，夫妻吵架，床头吵床尾和，这怎么还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了？赶紧和暖暖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他摆出了一副和事佬的态度，可脸上的得意却怎么都掩盖不住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见我不像开玩笑，苏暖出乎我预料的急眼了。沐尘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和傅周哥道个歉，你就要闹离婚？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我小心眼？我不知道苏暖到底知不知道实情，但我却已经不想和他废话了，因为没有意义。反正他心里也只有傅周，傅周说什么他就信什么，至于我说什么，他根本不会在意。所以我直接对他说道：苏大小姐，这事你还是去问你的傅周哥吧，把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还回来，咱们两清，谁也不欠谁。闻言，苏暖有些疑惑地看了傅周一眼，傅周眼底则闪过一抹心虚。为了转移话题，他从口袋的盒子里掏出一个翡翠手镯，阴阳怪气地对我说：沐尘，这个手镯不会就是你送给暖暖的结婚礼物吧？暖暖说要送给我妈当生日礼物来着，幸好我还没给她。傅周手上的手镯，无论款式还是纹路，都和我送给苏暖的一模一样。我没想到苏暖竟转手就把它送给了傅周的妈妈，我的心一寸寸冷了下去。这个手镯并不值钱，可它是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亲手交到我手上的。小陈，妈妈没办法见到你结婚生子了，如果以后遇到知心的那个人，就送给他吧，算是我这个当婆婆的送给儿媳妇最后的礼物。我妈流着泪将手镯放在我的手上，强撑着说完了这些话后，就随我爸一起走了，独留我一个人孤苦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。昨天和苏暖结婚时，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知心的人，所以当着众人的面亲手将手镯戴在了他手上。没想到是我太傻了，我自嘲地摇了摇头，想要接过手镯，可在我的手快要触碰到他的时候，傅周竟然松手了。我亲眼看着手镯在我的指尖划过，落在地板上，砰的一声碎裂开来。看着四散的碎片，我的心仿佛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了。傅周急忙歉疚地说道：不好意思，沐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你接住了，所以才松手的。他嘴上说着道歉的话，但脸上却带着嗤笑的表情。苏暖则毫不在意，甚至安慰傅周：就是一个破手镯，不值钱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但就是他口中的破手镯，却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的遗物，也是我仅存的念想，现在都没了。我心里仿佛被人挖走了一大块血肉，空洞无力。我蹲下身，将手镯碎片一点点收集起来，小心放好。起身，我怒视苏暖，她在我的逼视下扭开了头，却还在嘴硬：就一个破手镯，你再看它现在也彻底变成破的了。我冷眼看着别扭的苏暖和他身后得意的傅周，苏家对我的恩情随着手镯的碎裂彻底两清。自此两不相欠，我什么都没说，离开了我和苏暖的婚房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同意离婚的事，甚至每次我一提起，他就找话题遮掩过去。但经历过这2天的事情后，我却不想和他纠缠下去了。在楼下，我遇到了昨晚联系的离婚律师，我将自己的诉求和离婚的事都委托给了他，车房我都不要，全都留给了苏暖。苏家的公司我也没有染指半分，所求的不过是能快点结束这段刚刚开始的婚姻。3天后，
律师将离婚协议书整理好，发给了我。第一时间，我就给苏暖打去了电话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连好几个都没打通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开车赶往了苏家的公司。苏暖的秘书看见我，有些慌张，急忙拦下我。穆经理，苏总在会议室开会。我奇怪地看了秘书一眼，他慌里慌张的样子让我有些莫名其妙。那我在办公室等他。说着，我就抬腿向苏暖的办公室走去。路上碰见公司的员工，他们的目光中带着些不自然，那种不自然更像是同情，这更让我感到奇怪了。见到秘书还想拦我，我直接喊了2个相熟的下属拖住了他，随后就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前。刚想推门，里面突然传来苏暖和别人交谈的声音，让我立刻停下了动作。你以为我不想和牧尘离婚吗？是我爸妈不让。我也是刚知道，我们苏家创办的公司起始资金竟然是牧尘父母的遗产，公司股份都在牧尘手里呢。所以只要离婚，我爸妈瞒他这么多年的事就瞒不住了。而且，你以为他父母当年的车祸真的是意外吗？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正是苏暖的声音。突如其来的消息直接把我砸懵了，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震惊不已。我知道爸妈生前曾创办过公司，但他们过世时我还太小，公司早已被各种亲戚瓜分干净。他们享受完我家里留给我的资产，就对我弃之敝履，唯恐被我沾上。那时我已经被各家亲戚轮流抚养，说是抚养，也只是给口饭吃，也仅限于一口。直到苏暖父母将我接走。苏暖父母见到我的时候，我身上的衣服破旧，不合身的衣服，连手腕脚腕都遮不住。正在成长期的我，更是瘦骨嶙峋，说皮包骨头一点也不为过。苏暖的父母对我很好，让我吃饱穿暖，带苏暖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带着我，好像我就是他们的亲生儿子一样。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们和我的那些亲戚不一样，是看在我爸是他们老战友的份上，所以他们才会把我养在家里。没想到从苏暖嘴里听到了这么惊人的消息，他们对我好，收养我，也不过是有所图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公司，爸妈还给我留了另一份保障。但更重要的，听他最后那句话的意思，我父母出车祸另有隐情。我强压下心底的悸动，拿出手机打开录音，随后继续听里面的对话。这次是另一个人开口，熟悉的声音让我在第一时间认出，第二个人正是傅周。也难怪刚才秘书一直阻止我了，原来里面的人是傅周。什么？股份全在牧尘手里，幸好你没答应他离婚。呵，先拖着吧，让我想想怎么让那个龟公心甘情愿地把股份吐出来。对了，你说他那2个死掉的爸妈并不是出意外了，是怎么回事？2人马上就要交谈我最关心的问题，这让我不由得屏气凝神，紧张不已。其实对于爸妈给我留下的遗产的事，我并不是多在乎。没有得到过的东西，即使知道属于我，但又没把握在我手中，就算知道了，也没有太大感触。因为就算我知道了这件事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一来，苏暖的爸妈对我一直不错，对待我就像亲生孩子一样，他们照顾我，供我生活、上学，用我爸妈留下的遗产开公司，我并不怪他们，充其量就是瞒着我而已。另一方面，就算我想要回去，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的，这点从苏暖的态度就能看出来。所以我更关心我爸妈到底是怎么出事的。这次苏暖的声音比刚才小了很多，可见事情的严重性。我也是静心仔细听，才听了个清楚。
当初牧尘一家人出游，其实是我爸邀请的，只是那次我爸喝了点酒，路上犯困，两家在路上汇合的时候，我爸不小心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这才把他们撞翻，发生了意外。事后我爸清醒，还返回去救他们呢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到医院后，只有牧尘好运活了下来。傅周的声音里也满是震惊。那这件事有人看见吗？牧尘不知道吧？苏暖的语调轻松，丝毫没有愧疚的意思。他不知道，当时我爸妈怕被人发现，直接开走了，后来才返回去的。他们一家都没见过我家的车。下一秒，我就听见傅周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。嚯，这么惊人的消息！收养他的人，竟然就是害死他父母的人。他知道一定很绝望吧？哈哈！但傅周在大笑，苏暖好像也只是觉得很好玩，竟也跟着笑出了声音。只有站在门外的我，浑身冰冷。当时出事后，我就陷入了昏迷，并没有见到苏暖父母的身影。我一直以为，当时我爸妈就把我托付给了苏暖的父母，而苏暖的父母来接我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说的。我醒来后，我爸就已经先走了，只有我妈强撑着和我说了几句话，完全没有提及事情的真相。所以这些年，我猜测过无数次父母车祸的真相，却怎么都想不到，造成我家家破人亡悲剧的罪魁祸首，竟然就是将我抚养长大的人，就是苏暖的父母，对我如亲生孩子般的夫妇二人，就是杀害我父母的罪魁祸首。我有些无法接受摆在面前的现实，但这些可是从他们女儿的嘴里说出来的呀，怎么会有假？这也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了。可能是因为愧疚，加上我爸妈留给我最后的遗产保障，他们才……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。痛苦一波波席卷着我的内心，让我浑身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，苏暖和傅周嬉笑着走了出来。他们第一眼就看见了我充血通红的眼睛，两人嬉笑的表情顿时僵住了，几乎是同时的，他们瞳孔放大，脸上更是浮现出震惊和慌乱的神情。气氛寂静瞬间后，苏暖快速地将我拉到办公室，大概是为了试探我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。他一反常态地紧握住我的手，佯装开心地问道：“牧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等会还想去找你呢。”尽管他在尽全力地掩饰，但我还是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心虚。我不说话，他拉住我的手也开始收紧。相恋5年，相处更是超过10年，我能清楚地知道他这是极度紧张的表现。傅周则在一旁露出尴尬的笑容，并没有如之前那样挑衅我。两人这种做贼心虚的态度，不禁让我冷笑出声。去找我，然后骗我将股份都转给你吗？我直视着苏暖的眼睛，声音有些沙哑。你们一家骗了我这么长时间，还害死了我爸妈，现在还想继续骗我是吗？说到最后，我心中的怒火几乎快要压抑不住了。见到我通红的眼睛，加上狰狞的表情，苏暖被吓到了，她情不自禁地松开了我的手，往后退了2步。两人已经清楚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而且完整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所以两人也就不再伪装，脸上虚伪的笑容瞬间变成阴沉，大概是不想激怒我。苏暖平复了下心情后开口：“牧尘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从没骗过你，公司法人一直是你，只是你从没问过而已。至于叔叔阿姨的事，我也是刚知道，我很愧疚，但这么多年来，我爸妈已经在尽全力地弥补你了。”确实，苏暖这些话说的没错，他父母这些年确实对我很好，但这改变不了
苏暖父母就是害死我爸妈的凶手，更何况他们还是我爸妈的朋友。我曾经无比憎恨逍遥法外的凶手，对苏父苏母则是充满了感激。但如今我却发现，这两者竟然是同一人。这种惊人的真相让我有些承受不住。视线扫过苏暖，看着他悲伤的脸庞，我很想认为这是一场梦，可他眼神中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厌恶，却让我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而苏暖伪装出悲伤的神情，只是不想激怒我，防止我做出他控制不了的事罢了。就比如，我可以行使股东的权利，将他们苏家踢出公司，又或者以交通肇事罪将苏父苏母告上法庭。我叹口气，苦涩地笑了笑。包里的离婚协议书，在这一刻仿佛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。苏暖见我许久都沉默不语，还以为我陷入了犹豫。随后，他咬了咬牙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沐尘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让我们迎接新的生活好不好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我今晚就弥补你新婚夜留下的遗憾。说着，苏暖眼中满是柔情的上前，纤细的小手还搭在我胸口上。像这种暧昧到极致的动作，如果在以前苏暖对我做出来，我可能都开心死了。可如今，我却只感到恶心。我厌恶地推开了苏暖，别碰我，我嫌脏。苏暖有些惊讶，他没想到我这个最爱他的人，满心满眼都是他的人，竟然会拒绝他。其实，我大概能明白苏暖心中所想。他以为进一步放软语气，甚至用柔情攻势，就能让我忘掉心中的恨意。可他错了，新婚夜的背叛，加上今天发现的真相，我已经对他和苏家彻底失望。我将离婚协议书从包里拿出来，在苏暖面前撕得粉碎。和平离婚好像已经没有必要了，回去告诉你爸妈，咱们法庭上见。我将碎片扔在了苏暖身前，随后转身就走。苏暖大概没想到事情还是出乎了他的预料，他被我气得面色铁青，在我身后大声喊着：“沐尘，你非要做得这么绝吗？”白眼狼！我离开的脚步一顿，随后直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是你们家先对不起我的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门外有很多员工在偷听，我无视了他们同情的目光，径直离开了公司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脑海中浮现出很多苏父苏母照顾我的画面。在我最孤苦无依的时候，是他们将我抱在了怀里，告诉我以后我就是他们第二个孩子。在我想到爸妈悲伤流泪的时候，是他们陪我去墓地扫墓，在爸妈墓前保证他们一定会对我好。在我上学需要家长签字的时候，也是他们接过我手中的笔，毫不犹豫地签上了他们的名字。我不知道他们见到我的时候，心中有没有一丝愧疚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很感激他们，将他们当成了我最亲近的人。可恩情是恩情，始终无法磨灭他们害死我爸妈的事实。更何况，谁能保证他们将我养在身边，心中就没有别的心思呢？不然，他们一直瞒着我股份的事干什么？这不就和我的那些亲戚一样，霸占我家的财产吗？唯一不同的，可能就是他们还有点良心，没有抛下我不管。随后，我没有选择当面去质问苏家夫妇，而是直接回到了租的房子，给律师打去电话。离婚协议书暂时用不到了，我要起诉离婚。还有，麻烦你帮我找个专攻刑事的律师吧。我要告苏家夫妇交通肇事逃逸，致人死亡。挂断电话，看着摆在客厅最显眼处的一张照片，我苦涩地笑了笑。那是我和苏家一起拍的合照，照片里，我和苏暖站在苏父苏母的身后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。
如果不了解的人看到，大概真以为这是一张全家福吧。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，但从今天起，角色可能就要转变了。我们之间会从一家人变为被告和原告。我将自己在苏暖办公室门口录的音频交给了律师，他的动作很快，3天后就整理完资料，将起诉文件提交到了法院。当然，律师也告诉我，就算有录音，其实胜算也不大，因为时间过去的太久，人证物证更是无从查起，所以这次的起诉很大可能没有结果。至于离婚诉讼，反而是赢面很大，因为在第2次看傅周朋友圈的时候，我就截图保存了。只是到了第2天，律师竟给我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苏家夫妇认罪了。距离上次结婚时见到苏家父母，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了。他们在婚礼现场亲手将苏暖交到了我手上，半个月后，我则亲手将他们送到了法庭。要说愧疚，我有，但害死我父母的事实，却让我把愧疚强行压在了心底。在婚礼现场时，他们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。这次法庭上好像也一样，只是欣慰换成了轻松。这让我明白了，他们这些年恐怕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吧。苏父在法庭上将一切罪责都揽在了自己身上，看向我时，眼神中充满了愧疚。小陈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让你小年纪就失去了父母。这些年我每次见到你，就仿佛回到了那一天，所以我将全部的好都给了你，想尽全力弥补。可这些终究不够啊！我糊涂，没有第一时间认罪，没有第一时间对你说声对不起。说着这些，苏父老泪纵横，花白的头发，颤抖的嘴唇，无不诉说着他的悔恨。苏母站在他旁边，也是眼睛通红，声音沙哑：小陈，千错万错全都在我和你叔叔的身上，只求你不要迁怒暖暖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我听说你要离婚才告诉他的这些事。暖暖爱玩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了，让他离傅周远点，所以你可以放心，以后就是你们2个的生活了。我和你叔叔会在牢里保佑你们的。苏母的眼泪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，话里话外全都在为苏暖解释。可是他恐怕并不知道，自己的女儿不止爱玩这一点，她已经给我造成了无法承受的痛苦。我没有选择告诉他们苏暖和傅周的破事，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。2位老夫妻流着泪，竟然绕过被告席，对着我的方向轰的一下跪在了那儿。心中的酸楚让我忍不住别过了头，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一幕。随后，在法官的宣判下，苏父苏母分别判处了7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。以他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，大概永远也无法从里面出来了。宣判结束，我离开了法院，在门口见到了姗姗来迟的苏暖，她用一种被背叛的眼光看着我。你这个白眼狼，竟然真的告了我爸妈，他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吗？他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，在法院门口肆无忌惮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。很快，门口就围上了一圈人，他们不明白事情的真相，却对我指指点点，话语中不乏白眼狼、败类的词语。我并没有去解释，只是平静地看着苏暖。我了解她在苏父苏母面前表现出一副乖乖女的形象，只不过是伪装的罢了。在外面，她向来是随心所欲，完全是大小姐的做派，就连逢年过节送给苏父苏母礼物，也只不过是想从他们那儿多要点钱，并不是真的在献孝心。所以她现在这样撒泼打混，肯定是有别的目的。果然，见我无动于衷，苏暖忍不住开口了：沐晨，
我们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否认不了吧？现在我爸妈进去了，以后你要养着我，给我生活费，不然我就把你曝光，我告你抛妻弃子，是个白眼狼渣男。这话顿时赢得了周围人的应和，他们都在支持苏暖，这让他更得意了。而我此时也明白了苏暖的心思，果然他并不关心他父母的情况，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要到补偿而已。我嗤笑出声，将律师交给我的离婚诉讼的结果从包里翻出来，展示在他的面前。不好意思，从今天起我们没关系了。你父母是主动认罪，所以我会常去看他们的。至于你，一个出轨的女人，咱们这辈子都不要再见了。离婚诉讼的结果上明晃晃地写着判决原因不是感情不和，而是女方出轨。这一证据展现出来，顿时让周围的人闭上了嘴巴。苏暖还想狡辩，但我直接将结果扔在了他的身前，转身离去了。我真的太累了，实在不想再和他纠缠。从现在起，我只想好好的生活，过我一个人的生活。至于苏暖，随他去吧。没了他父母的包容，没了公司财产的支撑，恐怕他以后的生活会很艰难。但这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